昭昭，我的昭昭！哭什么？要不是他想害月儿，自己也不会失足落水淹死。娘没保护好你。吵什么吵？好不容易迷一会儿。诈尸了，狄小姐诈尸！丁，检测到宿主怨气值超标。张翠花您好，您因加班猝死，怨气深重，被系统选中成为宿主。什么？我死了？系统核心任务：打脸欺辱原主者，攒满100%打脸值，可返回现实并获得5000万奖励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能随便发疯还有钱拿，也还能接受。我靠，这原主也太怂了！好歹是镇国公府嫡外孙女，竟被渣爹和庶妹欺负死，真是憋屈。这就是我那小白莲花庶妹。啊！鬼啊！鬼？对啊，我是来索命的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月儿，孽障，竟敢装死吓人，你该当何罪？穆丞相，你也配说我？你宠妾灭妻，纵容庶妹伤害嫡己，你还问我该当何罪？你竟敢打我，烦了你了！他往日连大气都不敢喘，今日怎敢动手？穆昭昭，你竟敢对老爷动手，我看你是疯了！疯了？那我就让你看看真正的疯子是什么样的！救命啊，老爷！丁，打脸成功，奖励打脸值2%，当前进度2%。昭昭，我的昭昭，活着就好。娘，我没事。来人呐，把这个逆女给我拿下！谁再敢动我的女儿，就别怪我动用镇国公府的力量了。原主娘不是懦弱不堪吗？怎么突然这么硬气？柳氏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安分些。我的女儿，你不护着我来护。好得很，我不跟你们计较，你们赶紧回房去。好歹是相府的嫡小姐，就住这破院子。你爹说了，等颜月身体好了，就安排你搬回去。母亲，我这渣爹的话你也信？昭昭，你刚醒，身子还弱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还能是干什么？抢房子喽！狄小姐，你没死，这里是二小姐的住处，不准！狗奴才也配拦我？丁，打脸恶奴，奖励打脸值1%，当前5%。不是，这也太慢了吧！我得做到猴年马月才能回去啊！哎，不管了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先爽了再说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西昭院是爹爹赏给我的，你怎么能硬抢？穆昭昭，你刚醒就发疯，抢妹妹的院子，传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吗？笑话？你们什么身份，也配住在这儿？可是爹爹说了，让我住在这里的。他说的就不算，嫡女住主院，庶女住偏院，是祖宗规矩。丁，打脸慕颜月，奖励打脸值1%，当前6%。你敢打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打你女儿怎么了？打你也是随手的事。丁，打脸林姨娘，奖励打脸值1%，当前7%。昭昭，别打了，再打你爹又该罚你了。娘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你是镇国公府嫡女，不可再如此软弱，任人拿捏。穆昭昭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老爷，你可要为我们母女做主啊！穆昭昭她要抢月儿的院子，还动手打我们。爹爹，您别怪姐姐，都是我的错。放肆！我让月儿住在这里，就是我的意思。你难道还敢打我不成？爹爹，还记得您是怎么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吗？要不要我帮您回忆一下？爹爹，我和娘亲好久没回镇国公府了。你敢？不许去！可恶！我现在还受制于他们，不能和镇国公府闹僵。那父亲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月儿，立刻收拾东西，搬去南院。老爷，不可啊！月儿身子不好。对，在这西昭院住习惯了，再搬去南院恐怕会不适应的。怎么？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娘，别说了，女儿愿意搬走，只要能让爹爹安心，
女儿住哪里都一样。快点搬，别耽误我休息。丁，夺回西昭苑，奖励打脸值2%，当前9%。穆昭昭，若不是我母族不如你，你凭什么跟我抢？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搬去这种破地方？穆昭昭那个贱人，凭什么抢我的院子？月儿，别闹了，现在形势比人强，我们不能硬碰硬。我不甘心，我明明看着他断气了，他怎么会活过来，还变得这么疯癫？你忘了还有太子殿下吗？再过几天就是宫宴了。对，我还有太子殿下。穆昭昭，你的嫡女身份，你的一切，我都要抢过来，你给我等着！月儿弹得真好，不愧是京城公认的才女。太子殿下过誉了，颜月只是略懂皮毛。姐姐准备的是何才艺？不知妹妹是否有幸观赏呢？你还不配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忘了你好像什么也不会。就他，丁，原主擅长古筝，宿主已继承其能力，大胆表演，可获得打脸值1%。既然妹妹这么热情，那我就献丑了。此人命格奇特，混沌难辨，我竟然算不透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弹得这么好？丁，惊艳众人，打脸嘲讽者，奖励打脸值1%。娘，此处有点闷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好，快去快回。穆昭昭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明明就会弹古筝，却一直装不会，就是为了今天出风头。哟，终于不装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穆昭昭，你太恶毒了，竟然推月儿下水。太子殿下，您别生气，姐姐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一时糊涂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只好把罪名坐实了。穆昭昭，你不得好死！丁，反击穆颜月陷害，奖励打脸值1%，当前11%。穆小姐，留步。穆小姐，倒与传闻中不大一样。哦，传闻中的我是什么模样？愚蠢懦弱，任人欺凌。看来传言果然不可尽信。系统，他是谁？丁，此人是当朝国师沈兆怀，性格极为淡漠。说起来，国师也和传闻不一样。传闻说先生从不多管闲事，不过是随口一提，传闻本就不可尽信。国师如果无事，臣女就先告辞了。穆昭昭，启禀陛下，儿臣恳请陛下恩准，与穆昭昭退婚。太子，婚姻大事，岂能儿戏？陛下，穆昭昭恶毒愚蠢，目无礼数，竟敢在宫宴之上推庶妹下水，如此品性，不配做太子妃。陛下，臣女没有推她，是她先自己跳下去陷害臣女的。臣女只是为了自证清白。还敢狡辩，众人都看到了，你还想抵赖？陛下，臣方才恰好途经岸边，看得真切，事实确如穆大小姐所言。哦，国师亲见。既然国师都这般说，那此事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他为何会帮我？不过确实省去了一些麻烦。父皇向来敬重国师，此事不可再提了。陛下，臣女多谢国师作证，即便此事是误会，臣女也自愿与太子退婚。臣女从未喜欢过他，婚姻强求不得，免得两败俱伤。穆昭昭，你竟敢主动退婚！太子殿下心中偏爱穆二小姐，臣女亦不愿勉强，不如就此解除婚约，各自安好，也省得日后再生纠葛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也不好强行要求，免得成就一对愿望。不过此事终归女方吃亏些，朕也应当给予一些补偿。陛下圣明，朕赏你黄金100两，白银5000两，另赐田产1处，以作补偿。谢陛下成全。丁，主动提出退婚，奖励打脸值2%，当前13%。这宋明远真是愚蠢至极，竟放着镇国公府的势力不要，却喜欢一个庶女，可笑。穆小姐留步。三皇子殿下有什么事吗？穆小姐性情爽朗，本皇子十分欣赏，今后若有困难，可随时找我。欣赏？怕不是想借我镇国公府的势力吧？不过倒是比太子通透。多谢三皇子殿下好意，不过
我自己的事自己能解决。殿下，告辞。穆昭昭背后是镇国公府，只要我能得到他，宋明远这太子之位未必坐得稳。婉翠，你去安排几个人，连夜去京城的茶楼、酒肆，还有街头巷尾散播宫宴上的事，务必把穆昭昭名声给我彻底搞臭。是小姐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穆昭昭，你不就是身份比我尊贵，才敢欺我辱我的吗？那我让你名声扫地！小姐，不好了，京城里传出好多流言，说你品行不端，才被太子退婚。昭昭，那些人太过分了，明明是太子不对，他们却反过来污蔑你。就知道他们不会安分，既然他们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玩。穆昭昭，你看看你，把丞相府的脸都丢尽了，现在全京城都在嘲笑我丞相府，你满意了？丢尽脸面？可是太子要退婚的时候，父亲可是也没帮女儿说话呢，怎的现在跑来指责我一人了？你还敢顶嘴？要不是你自己品行不端，怎么会有这些谣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少在这里指责我，有本事你去让那些流言消失，否则就别来烦我。反正我的名声都这么臭了，弑父的名声多一个也无妨，毕竟没人会和一个疯子计较。好得很，我看今后谁还敢娶你！怒怼渣爹，奖励打脸值1%。昭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娘，我吓他的。小姐，三皇子有请，正在前厅等候。三皇子，他怎么来了？臣女参见三皇子。穆小姐不必多礼，本皇子今日来是来帮穆小姐的。哦，三皇子此话怎讲？近日京中关于穆小姐的流言四起，想必穆小姐此时正是头疼的时候吧？那三皇子殿下有什么办法？很简单，太子不娶，我娶你，到时候流言自然不攻自破。这三皇子倒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此时正是巴结上我的最好时机。不过他这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。多谢三皇子殿下好意，不过我刚被退婚，无心再续婚约，还望殿下另寻他人。穆小姐，你不再考虑考虑，此时与你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这就不劳殿下担忧了，臣女还有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拒绝三皇子，奖励打脸值1%，当前15%。穆昭昭，你越是拒绝，昭昭，三皇子殿下找你干什么？他没为难你吧？娘，放心吧，他没为难我，只是想娶我，被我拒绝了。拒绝了？昭昭，三皇子殿下身份尊贵，嫁给他对你来说该是好事啊，怎的不愿意？娘，此事我自有考量，流言的事我自己能解决，不急。好，女儿长大了。春杏，去给我准备一套男装，我要出去一趟。是。昭昭，你又要去哪里？娘，我出去有事，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，很快就回来。那江湖人称玉面阎罗的沈兆恒，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。来了。来一壶好茶，再来一碟点心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丞相府嫡女穆昭昭被太子退婚，这谁以后还会娶她？什么嫡女？我看就是个废物，连个庶妹都斗不过，被退婚也是活该。谁碰我？聒噪！是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叫你们说书先生过来一趟，我有生意找他。好嘞，客官，您稍等。先生，那边的公子有请。不知公子找老夫有何吩咐？先生，我这有段故事，想请先生上台评说一下。公子吩咐，老夫一定照办。您说要讲什么？这样讲。公子放心，绝不会让您失望。好，若是办得好，还有赏。各位客官，方才讲了江湖轶事，今日老夫再给大家讲一段真人真事，就发生在咱们京城。话说咱们京城有户大官人家，有2位姐妹，姐姐庄贤淑早便与一位身份尊贵的贵人定下婚约，本是天作之合。可谁曾想，怎么了？先生，你快别卖关子了。可谁曾想，妹妹暗中与这位贵人暗通四取私相授受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呀！后来那贵人不仅当众与姐姐退婚，还倒打一耙，说姐姐品行不端，害得姐姐名声尽毁。各位客官，你们说这姐姐可怜不可怜？可怜，太可怜了。这妹妹和那贵人真是狼心狗肺。可不是嘛，夺人婚约还毁人名声，简直天理难容。妹妹竟然是这样的人，贵人怎么可能看上她？妹妹真是不知廉耻。丁，主动逆转舆论，奖励打脸值3%，当前18%。现在该去会会。
多谢国师刚刚出手相助。无意出手，凑巧罢了。不过穆小姐倒是好手段。先生一直在2楼看着，想必也清楚，我并非有意惹事。穆小姐落水之后，性子倒是愈发烈了，借民众之口扭转油盐，既不沾手，又能达到目的，手段倒是利落。先生谬赞。穆小姐锋芒太露，易遭反噬。先生是在提醒我，晚辈多谢好意，只是我向来如此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百倍奉还。好一个百倍奉还！那我就静待穆小姐接下来的表现了。国师慢慢欣赏这故事，晚辈还有事，就先行告辞了。性情变化如此之大，穆昭昭，你真的还是穆昭昭吗？你去再去添2把火，把这个故事好好渲染一下。是。宋明远，你看看这些弹劾你的折子，最近民间流传的事情，你当真不知道吗？儿臣知罪，求父皇恕罪。你若真知罪，就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。民间流言四起，全是指责你的声音，你自己去解决。若是解决不好，这太子之位你也别当了。儿臣遵旨，儿臣一定尽快解决，平息流言。求父皇再给儿臣一次机会。滚出去，别在这里碍朕的眼。儿臣告退。此事若想尽快解决，只能去找穆昭昭。穆昭昭，你立刻跟我出去，向众人澄清流言，就说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你自愿退婚。太子殿下，你当初当众羞辱我，现在还有我承担你犯的错吗？不能因为你是太子就可以如此不讲理吧？穆昭昭，你放肆！太子殿下命令你，你就赶紧照做。难道你想连累整个丞相府吗？昭昭小姐，太子殿下可是储君，你怎能如此无礼？这2天怕不是没有收拾你们，皮又痒了吗？姐姐，太子殿下还在这里，你可别冲动啊。是吗？你再惹我试试，你看我敢不敢抽你！穆昭昭，到底要怎么你才肯出面澄清此事？不管什么条件，本太子都答应。什么条件都可以吗？那我要你……姐姐，你不会还想嫁给太子哥哥吧？你休想，本太子不可能娶你的。姐姐，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。太子殿下未免太自恋了，我可没有吃回头草的习惯。我是要你的钱，黄金500两，少1分都不行。姐姐，你怎可如此世俗？我在跟太子说话，哪里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月儿，现在我们来继续谈论这个问题。500两黄金，少1分都免判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必须先帮我平息流言。先给钱再做事。太子现在是你有求于我，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若是钱给了，你反悔又当如何？放心，只要钱到位了，我马上帮你澄清退婚之事。毕竟不会像太子您一样做那背信弃义的人。你，太子殿下可得抓紧把钱送来呀。小姐，我的天，这么大个箱子，这得有多少黄金啊？奴婢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黄金。500两黄金已悉数送到，还请小姐尽快兑现诺言，莫要让太子殿下失望。你回去告诉太子殿下，放心便是。还请小姐尽快兑现诺言，莫要让太子殿下失望。本小姐言出必行，今日便替他了却了这件事。是，属下这就回去复命。丁，获得宋明远财物，奖励打脸值2%，当前打脸值20%。好了，别愣着了，收拾一下，跟我走。该我们登堂唱戏了。送我那好人称之为关西五路连踏使穆小姐。老先生接连几日说书，想必有些劳累。今日我代先生喝杯。各位客官，老夫今日不适，改由这小姐与各位言说，先告退了。各位客官，近日来京中关于我的流言盛出无穷，今日来是想跟大家说几句话。穆大小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那庶妹太不像话了，你一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。多谢公子，但他们2人早已两情相悦，我就是想成全他们2个，求各位不要再指责太子殿下和我妹妹了。这些人挑拨，你只打我，是真的吗？哎，我也不清楚，
可能太子殿下有他自己的考量吧。这太子也太不负责了，既喜欢人家穆二小姐，就该给人家一个名分，不能让人家受委屈。就是，主动引导舆论，奖励打脸值2%，当前22%。狡猾的狐狸真会演。陛下，民间流言说太子与穆二小姐真心相爱，却迟迟不给其名分，是在玩弄他的感情。一派胡言！陛下息怒，太子殿下就在殿外候着，求见陛下。让他进来。父皇，儿臣求父皇恕罪，儿臣曾让穆昭昭出面澄清，可不知为何民间又有了新的流言。你和穆家庶女暗通款曲，又不给其名分，被百姓指责，还有脸来见朕？父皇，儿臣只是还没来得及给颜悦名分。真心喜欢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她，那就把她抬入东宫，做你的侧妃，也好平息民间的流言，挽回皇家的颜面。谢父皇，儿臣遵旨。哼，你最好记住今天说的话，若是再敢出什么岔子，朕绝不轻饶你。儿臣告退。传朕旨意，将丞相府庶女穆颜悦抬入东宫，封为太子侧妃，3日后完婚。是，陛下。小姐，陛下下旨了，要把穆二小姐抬入东宫，封为太子侧妃，3日后完婚。离间太子与庶妹关系，奖励打脸值3%，当前25%。穆颜悦可还喜欢我？穆昭昭这个贱人，故意在茶楼说那些话，就是为了让陛下下旨，让我被迫嫁入东宫做侧妃。月儿，别闹了，能嫁入东宫做侧妃是天大的喜事，你怎么还生气？娘，太子哥哥现在是奉旨娶我的，我之前和太子维护情谊的努力，很有可能全部付之东流，你叫我怎么高兴得起来？月儿，事已至此，再生气也没用了。今后你若是生下皇子，将来未必不能成为太子妃。对，我一定要成为太子妃。穆昭昭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得意太久的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既然嫁入东宫，就要安分守己，好好侍奉太子，不要再惹出什么麻烦。是，不过臣妾有一事恳求陛下，求陛下成全。说。陛下，姐姐因臣妾名声受损，无人敢娶，故心中愧疚，求陛下为姐姐赐一门婚事。靠，这穆颜悦真是一刻也安分不下来。你倒是有心了。那在场各位公子，可有心于这穆家大小姐穆昭昭的？这穆昭昭曾被太子当众退婚，谁愿意冒险娶她？不仅得罪太子，还容易落得闲话。不是，这古代的皇帝都这么爱测婚的吗？赵怀，你修行多年，却仍有一段尘缘未了，此缘不解，难成大道。你且下山去吧。师尊，弟子如何才能找到那个人？该怎么做？不必强求，听从本心，顺势而为，缘道自有回响。跟随本心。穆昭昭，那个人是你吗？父皇，儿臣愿意娶穆昭昭小姐为妻。又是他，多事。好，三皇子有此心意，朕甚感欣慰。朕便赐婚于你二人，择日完婚。等等，我不同意！等等，我不同意！是吧，国师大人，你怎么还抢我台词？穆昭昭，你不同。回陛下，臣女不愿意。三皇子愿以正妃之力求娶你，你为何不同意？我嫁入东宫也只是侧妃，他凭什么还能做皇子正妃？三皇子厚爱，臣女感激。就算臣女无人问津，也不该是见人求娶就该谢恩的物件。嫁不嫁，臣女想自己点头。穆昭昭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太子殿下放心，臣女这辈子最识抬举。别人给我脸我接着，别人把我当垫脚石，我就把他脚剁了。姐姐，太子哥哥也是为你好，你如今名声受损，若有三皇子愿意护着你，不也是好事吗？你又来了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不好好拜堂，非要替我张罗婚事，怎么？我嫁不出去，你睡不着，还是我嫁得不好，你才能睡得着？姐姐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对不起你。你愧疚什么？愧疚抢了我未婚夫，还是愧疚把我推到众人面前，让满京城看我有没有人要？打脸穆颜悦成功，打脸值加2%，当前27%，才2%，这庶妹越来越不值钱。好了，国师，你又为何不同意？回陛下，穆大小姐命格未定，不宜仓促赐婚。命格未定，穆大小姐落水之后，命盘有变，
臣尚未推亲，若此时赐婚，恐牵动皇室气运。好家伙，我是不想嫁，他是直接把锅扣到皇室气运上。父皇，既然国师有此顾虑，儿臣愿暂缓此事。三皇子比太子会做人多了。既如此，此事暂缓。3日后，穆昭昭入国师府，由国师亲自验命。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容易过去。侧妃娘娘，拜堂吧，再耽误，其实都要被你哭过去了。啊，国师大人，你刚才那话是救我还是坑我？有区别吗？当然有，救我说声谢谢。如果是坑我的话，我得提前准备跑路啊。那你3日后来，自然知道。警告，未知探查接近。穆昭昭，你落水之后，到底从哪里回来？小姐，国师府的人已经在外头等着了。让他等。那可是国师府。国师府怎么了？国师府的人也不能随便打扰人睡觉啊。今日是陛下下旨验命，迟了不好。验命说白了就是怀疑我，穿越不能说，系统不能漏，万一被当妖怪烧了，5000万没拿到，人先糊了。宿主无需担忧，本系统存在高维屏蔽，普通人无法探查。那沈兆怀是普通人吗？哎，算了，你这系统也靠不住。阵仗挺大，国师大人，先说好，若是弄坏了什么，别让我赔。穆小姐，别人就算了，若是穆小姐弄坏的，自然要赔。那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这东西平时也这么激动？不是我没用力。你的命线断过，人落水差点死了，命线断一下也合理吧？断了还能续，已是奇事。可你的命盘不是续上，是换了一条。警告，身份暴露风险上升，禁止透露穿越系统相关信息。落水前的穆昭昭性子柔弱，遇事退让；落水后的你像是换了个人。我都是半只脚踏进过鬼门关的人了，还不准我有点改变吗？行，可性情会变，魂息不会。那国师觉得我是什么？妖、鬼，还是借尸还魂的怪物？我不知道。不过不管你是鬼也好，神也罢，入我此间，我都照单全收。你怕赐婚，不是怕宋明泽，你是怕被困住。国师大人看人这么准，怎么没看出我现在想回家睡觉？哪个家？异常，命格干扰，数据重算中。你看什么？没什么，他不是从黄泉回来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。现在那个破出租屋也是我的家，可我真的还回得去吗？打脸值满100%，宿主可返回原世界。小姐是三皇子。穆小姐，三皇子殿下有事？今日拦车是想向穆小姐赔罪，为太子府求娶那事。是，那日我确有私心。太子失势，父皇也有不满。镇国公府手握兵权，却多年不站队。我当众求娶，一来替你解围，二来也想借柳家势力自保。此子比宋明远难缠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别人凭什么不答应。想合作，总要先拿出诚意。这里面的东西对穆小姐有用。这些年，相府对外称柳夫人嫁妆亏损，实则是林姨娘借娘家亲眷转走银钱。殿下这份礼送的挺准，有用就行。那穆小姐愿合作吗？2个条件：第一，不得拉柳家入水；第二，不拿自己的婚事给你铺路。可以。你给我消息，我欠你一份人情，将来要我还，也得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。合理。三皇子殿下，你比太子难对付多。穆小姐这是夸我，算提醒。聪明人合作愉快，翻脸也得。我记下来。那日太子府，你真想娶我？若你点头，我会负责。负责这2个字，男人少说，容易显得不值钱。殿下，穆大小姐似乎并不信你。她不信才正常。那还合作吗？当然，她这样的人，若做敌人，太可惜。太子殿下，三皇子私下见了穆昭昭，2人交谈许久，三皇子还送了东西。宋明泽私下见他。回太子，小的亲眼所见。我刚入东宫，连脚跟都没站稳，穆昭昭就让三皇子和国师接连出手，凭什么？孤倒要看看他们私下能谈什么。殿下，姐姐如今名声本就敏感，
若再传出他与三皇子私下往来，颜月只是担心姐姐一时糊涂，连累三皇子，也连累丞相府。好，那就让全京城都知道穆昭昭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穆昭昭，你不是喜欢出风头吗？这一次，昭昭，国师府那边可还顺利？顺利。国师说我命硬，谁惹我谁倒霉。娘，你看看这些铺子，你嫁妆里的，这些年他们不是亏，是被人吸干了。你父亲说铺子经营不善，他说什么你都信。他说林姨娘温柔懂事，你信。他说穆颜月身子弱，你让。他说相府艰难，你贴嫁妆。娘，他难的时候找你，要脸面的时候找你，真有好处的时候想过你吗？昭昭，娘以前是不是太没用了？以前的事暂且先不说了，最要紧的是，现在先把属于我们的东西统统拿回来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外头又有流言了。你先别急，慢慢说。说小姐在国师府验命是假，勾引国师是真，还说小姐私下与三皇子见面，脚踩2条船，不知廉耻。刚见完宋明泽，这东宫就放火，这宋明远真是下作又恶心。还有人说国师和三皇子为了小姐争风吃醋。不是，这句又是谁传的啊？前面那些没水平，这句还挺有想象力。昭昭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他们不仁，就不要怪我不义了。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诸位，今日不讲江湖侠客，讲一讲京中最新奇的荒唐事儿。可是穆大小姐那事儿，正是有人说穆大小姐勾引国师，又私会三皇子。老夫听了都纳闷，穆大小姐若真有这本事，怎么不顺手把太子也勾回来？太子不是不要她吗？那老夫就觉得更奇怪。一个被太子退婚的女子，转头让国师护着，三皇子求娶。诸位说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厉害，说明太子没眼光啊！小姐，这样也行。骂名换个角度就是热度。人家三皇子光天化日，长街之上拦车赔礼，身边有侍卫，车外有丫鬟，这叫私会。那以后在街上问个路，是不是都得先拜堂？反转留言成功，打脸值加3%，当前30%。奉太子殿下之命，捉拿妖言惑众之人。各位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讲不过就抓人，这太子就这点出息，真稳定。太子府真是好大的阵仗。小姐，怎么办？国师大人，好巧。不巧。他绝对是故意的。国师大人，属下奉太子殿下之命，查办散播流言之人，还请国师大人莫要阻拦。他说错了。什么？他说三皇子长街赔礼，侍卫丫鬟皆在，可有错？没错，句句属实。他说太子退婚在先，穆小姐自证清白在后，可有错？既然无错，何来妖言惑众？可他议论东宫，东宫做得了百姓说不得。太子可是我们大京的储君，将来更是要受天下万民的监督，怎么现在都受不了？未来如何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明君？国师勿怪。穆小姐觉得呢？好啊，把火递到我手上了。我觉得国师大人说的对，太子殿下若觉得百姓说错了，大可亲自出来解释。穆小姐慎言。我谨慎着呢，不然太子殿下的500两黄金不都白费了？500两黄金，估计是之前的太子和那墨家二小姐的风流事吧。哼！公开反击，东宫成功，奖励打脸值2%，当前32%。你母亲的嫁妆账可查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可是国师，知道这些很难吗？你跟踪我？京城里想知道此事的人不止我。我知道。这东西你可能用得上。国师大人也想跟我合作？只是看不惯你被人欺负了，还要自己一点点翻账。那多谢国师大人，以后你若有困难，我也会助你。好。小姐，有了这些，林姨娘赖不掉了。赖？我要的可不只是让她赖不掉。大小姐，相爷请您去前厅。什么事？林姨娘说您私查主母嫁妆，意图吞占柳夫人财物，相爷震怒，已经请了族中长辈过来，要开祠堂问罪。他胡说！开祠堂？正愁观众不够多，走，今日就让他们看看到底。哟，好大的阵势！
大小姐好大的威风，祠堂种地也敢这般放肆，如何呢？逆女，你竟敢私查你母亲嫁妆账册，意图侵吞财物！父亲这话新鲜，我查我娘的嫁妆叫侵吞，那林姨娘把我娘铺子里的银子搬去林家，叫什么？老爷，妾身冤枉啊！大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张假账，就往妾身身上泼脏水。假账，那就一笔笔对。永安街绣庄柳氏嫁妆铺子3年暴亏2400两。同年，林姨娘兄长林广田在城东买宅一处价2300两。丰和米铺暴亏1100两。同月，林家天田40亩。福顺布庄账面连年亏损，掌柜却给林家送了2箱银锭。够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这些账册来路不明，岂能作数？那父亲觉得什么作数？昭昭，即便账目有异，也该交由你父亲查明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如此闹腾，传出去不好听。传出去不好听的是我闹腾，还是相府姨娘吞嫡妻嫁妆？老爷，妾身真的冤枉，妾身只是替夫人打理铺子，谁知下面掌柜贪墨，竟全推到妾身头上。妾身愿意查，愿意把掌柜都叫来问清楚。巧了，掌柜我也带来了。大小姐饶命，是林姨娘，小人只是听命行事。林氏，你可知罪？老爷，妾身是有错，相府这些年人情往来，处处要银子。为了相府，那为何银钱全跑你林家去了？此事我会给个交代的。父亲准备怎么交代？我要我母亲的嫁妆一文不少补回来，明天全部送回我娘手里。不可能！那就报官。家事怎可报官？那就请镇国公府来评理。林氏，交出来。成功收回柳氏嫁妆，砸脸值加2%，当前34%。哇，小姐，好多银子！娘，哭什么？东西回来了，该高兴。穆昭昭，昭昭，怎么突然要回去？回娘家还要挑日子。娘，您是柳家女儿，又不是相府买断的长工。你外祖父年纪大了，若知道我这些年过成这样，怕是要气坏身子。那您瞒着他就不气了？娘，今日穿这件。这是我出嫁时你外祖父命人做的料子。回自己家要有回家的样子。大小姐回来了！大小姐回来了！娘，进去吧。妍儿，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回来就好，跪什么跪？女儿不孝，这些年让爹担心了。你还知道我担心？你每回来信都说过得好，说陆成元待你不错。你看看你现在哪里像过得好？昭昭，外祖父，你的事祖父都听说了，像我柳家的孩子。谢外祖父夸奖。说吧，今日突然回来，是不是相府又欺负你们母女了？外祖父，您自己看。混账！他们就这么欺负你，你就这么忍着？女儿怕给家里添麻烦。麻烦？你是我柳家的女儿，你在外头被欺负成这样，还怕给我添麻烦？你这是拿刀扎你爹的心！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现在就去找穆成元算账。备车，去丞相府。爹，不可！事情已经闹过祠堂，铺契也拿回来了。若再去怎么了？拿回铺契就够了。那亏空的银子呢？娘，您不是一个人。今日我倒要看看陆成渊那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还敢不敢在我柳家面前装相？南国公府去的方向是丞相府吧？丞相府的热闹来了。相爷，不好了，镇国公带人来了。谁？岳父大人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知会一声，我好命人准备。我来自女儿住的地，还要给你递帖子？丞相府门槛这么高，我柳家人进不得。大哥说笑，我可没你这么没品的弟弟。国公爷，都是妾身的错，妾身管家不严，被下面人蒙蔽，才闹出这样的误会。
求国公爷看在老爷和夫人的情分上，饶妾身一次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提情分？岳父，林氏虽有错，可到底只是内宅妇人，此事我已经罚过她了。我女儿的嫁妆被你妾室搬空多年，你这个做丈夫的说不知道。岳父，此事确有疏漏，我已命人清点账目，亏空会慢慢补上。慢慢，父亲，慢慢是多久？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她是我外孙女，她说的就是我的意思。你是在对我有什么不满吗？不敢。账册昨日已经算出大半，明面亏空37000两，按理转出去的田庄铺面另算。父亲若觉得数目不对，我们可以请户部的人来算。相爷是朝廷重臣，想必也不愿因为内宅账目被御史参一本，宠妾灭妻的罪行吧？莲儿，你要怎么处置？亏空的银子一文不少补回，铺子掌柜全部换掉，还有林氏这些年借我名义支取的银钱也要归还。柳氏觉醒进度提升，哟，还有支线任务。娘，刚才感觉怎么样？手心都是汗，但娘不后悔。不后悔就对了，以后这种事儿会越来越熟。哪有人盼着这种事儿越来越熟的？废物！账房那边还有多少东西没清掉？还有几本旧账，若被大小姐拿到，只怕那就烧了。林氏首饰折银800两，城西田契折银1600两，南苑司库布料折银270两。月儿在东宫顾不上我，老爷只顾相府名声，难道我真要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？娘，您看账的时候比平日精神多了。从前在家时，你外祖母教过我这些。后来嫁进相府，你父亲说女子管太多外头产业不好，我便慢慢放下了。他说不好，您就放下？是娘糊涂。没事，娘，现在醒过来也不算晚。昭昭，这些铺子娘想重新打理起来。好啊，可娘多年没碰这些，怕做不好。娘，亏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总比被不相干的人强占了的好。小姐，夫人，相爷来了。明儿，父亲有事，我在与你母亲说话。明儿，嫁妆一事是我疏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林氏那边我已经罚过，亏空也会补，只是镇国公府这般上门，终究伤了两家体面。你回头给岳父写封信，劝他莫再插手相府家事。这些年我替你顾体体面，结果我的嫁妆被人搬空，我住偏僻院落，穆成渊，那我的体面呢？柳氏，你今日是要同我翻旧账？是你对不起我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别忘了，你是相府夫人，夫妻一体，你闹得这么难看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若夫妻一体，老爷为何只让我一人忍？娘，问得好。穆昭昭，我在呢，别喊这么大声。父亲若没别的事，就请回吧。我娘还要看账，忙得很。你如今是打定主意，要让镇国公府压我？你现在给我滚出去！哼！小姐，你看相爷气得脸都绿了。这笔进项入账晚7日，银票却提前兑出。你说货路延误，可码头当日并无风雨。解释。夫人，小人……我娘这认真起来，还有点当家主母的样子。小姐，南院有动静，林姨娘身边的刘嬷嬷悄悄去了账房。终于动了。小姐早知道，林姨娘若是乖乖还钱，那才不正常。走，快点把旧账都烧了，尤其是福顺布庄和永安绣庄那几本，一本都不能留。嬷嬷，若被发现，不烧才会死。姨娘说了，事成之后每人赏20两。来了。好啊，还真来烧账房。夫人饶命，大小姐饶命，奴婢只是路过，奴婢什么也没看见。嬷嬷这是怕账房门轴生锈，拿油来保养一下吗？是谁让你来的？不说也行。烧毁主母嫁妆账册，意图灭证。送官之后，你全家怕是都要受牵连。大小姐，奴婢不能说呀。哦，不能说呢。行，带走。是林姨娘让奴婢来的。事到如今，他们还不安分。把人带去前厅。
妾身什么都不知道，定是这老奴自作主张。你们南院的人都挺爱自作主张，大小姐何必处处针对我？针对？是不是针对你自己心里清楚？妾身没有。姨娘，您不能不认啊！是您亲口吩咐奴婢说烧了账册，柳夫人就再也追不回银子了。贱奴，你胡说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老爷，妾身真是一时糊涂，妾身只是怕相府名声受损。你怕相府名声受损，所以半夜烧账房。姨娘，你这脑子是用来凑身高的吗？老爷，这次不能再轻轻接过。柳氏，你想如何？林氏禁足南院，交出所有管家权，他娘家侵吞的银钱3日内归还，若还不上，就拿林家田宅抵。夫人，你这是要逼死我！照夫人的意思办。月儿，舅娘，穆昭昭已经把我们逼到绝路，若再不除他，你我母女再无翻身之日。娘是我的根，林家是我的底，他若倒了，我这个侧妃也就没了娘家助力。既然在丞相府我收拾不了你，那这东宫的门一关，什么可救都由不得你穆昭昭。大小姐，东宫恭送。来得挺快，看来我那好妹妹……昭昭，不如别去了，我们才把林氏收拾了，这穆颜月就设宴请你，定然没安好心。娘，没事的，我不去反倒落人口实。娘，放心，我不是从前那个软弱的穆昭昭了，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娘知道，那你到了东宫一定要小心行事，不可莽撞。知道了。他就是穆昭昭，好像就是他，被太子退婚，还让太子花500两黄金求他成亲的那个。姐姐来啦！侧妃娘娘客气了，东宫规矩多，我怕沾你一手香粉，回头又有人说我冲撞你。姐姐还是爱说笑，今日都是自家姐妹，不必拘礼。那你家人还挺多。这东宫果然是比丞相府热闹多了。从前我与姐姐多有误会，如今我入了东宫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姐姐。今日当着诸位姐妹的面，我向姐姐赔个不是。侧妃娘娘礼这么大，我受着怕折寿。你若真想赔不是，不如说点实在的。姐姐想听什么？比如我当时落水时，身后站的是不是你？姐姐今日是来赴宴，还是来翻旧账？看你表现，你若好好赏花，我就赏花；你若非要演姐妹情深，我只能帮你回忆回忆喽。后园有几株白海棠，姐姐从前最喜欢。来了。姐姐，你如今很得意吧？终于装不下去了，我的好妹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还活着？那日你明明已经断气了。可能阎王爷觉得我还没抽够呢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在东宫私会外男？姐姐，今日是我设宴，请你若真与人有私，也不该选在东宫啊。哟，侧妃娘娘，这就是你说的外男？东西呢？这儿呢。人藏好了，在假山后，穿的是三皇子府侍卫服，只等侧妃娘娘一喊，众人撞见，穆昭昭私会三皇子府中人的罪就坐实了。站住！留活口，把包袱塞回赵福怀里，把赵福放进假山后。我的好妹妹，不该是他，那该是谁？成了，成了，人也扣住了。那是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这是东宫之物，穆大小姐无权查看。刚才你们冲过来捉奸时，可不是这副嘴脸的。春杏，三皇子的名讳。姐姐，这玉佩为何会在这里？难道你与三皇子？急什么？新刻的，边角还没磨平。东宫造假挺赶工啊！今夜海棠树下，愿与倾诉衷肠。咦，真恶心！这个呢，是什么让人说不清楚的好东西？奴才不知道。赵福，太子殿下来的正好。你东宫的人带着仿造三皇子的玉佩和信，躲在后园。侧妃娘娘刚才还一口咬定我私会外男，
这事怎么算？不是我，太子哥哥，我只是听见后园有人声，才带大家过来看看。此事姑自会查清。今日宴会到此为止，诸位先回。怎么查？不如把赵福送去御前，让陛下亲自审。你想如何？第一，赵福交大理寺；第二，今日在场诸位皆可作证，东宫不得私下封口；第三，侧妃娘娘当众向我赔礼。不可能，那就御前见。慕颜月，赔礼！今日之事是颜月思虑不周，惊扰姐姐了。这礼我不接受。反制东宫陷害成功，打脸值加4%，当前38%。别急，这出戏还没唱完呢。诸位想想，若那日出来的真是三皇子府的人，穆大小姐名声毁了，三皇子也被牵连，可偏偏出来的是谁？太子进士赵福。这说明什么？那不就是东宫自己挖坑，自己掉下去？可不嘛！更精彩的是，赵福怀里还抱着仿造三皇子的玉佩和私说信。东宫这是想一石二鸟啊！嘘，小声些。东宫最近抓闲话抓得紧，越抓越说明心里有鬼。殿下，颜月真的不知道赵福为何会在那里，我只是听见后园有动静，才带人过去看看。定是穆昭昭提前设局害我。他设局？那玉佩是谁准备的？信是谁写的？殿下，我是为了您啊！穆昭昭与三皇子走得那样近，若不压住他，将来三皇子得了郑国公府支持，殿下怎么办？颜月有错，殿下罚我颜月认，可穆昭昭不能放过。他今日能让殿下当众难堪，明日就敢帮三皇子抢储位。殿下，三皇子来了。皇兄，三弟今日来是看顾笑话的，臣弟是来问太子侧妃为何仿造臣弟玉佩和书信。三皇子，此事会有误会，若传到陛下耳中，东宫和三皇子府都不好看。殿下，穆大小姐来了，她又来做什么？人挺齐，省事。谁准你进东宫的？这是之前从赵福身上搜出来的，簪子是秋文的，银票出自林家铺子，信上写的清楚，怎么引我去后园，怎么安排假三皇子侍卫，怎么让贵女们撞见。不是我，这是栽赃。是不是栽赃？叫秋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把秋文带过来。太子殿下饶命！啊！秋文，你若敢胡说，本侧妃饶不了你。太子饶命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。太子，现在如何呢？穆颜月禁足1月，罚俸半年，诏服杖责50，逐出东宫。秋文发卖。殿下，揭穿穆颜月设局，打脸东宫成功，打脸值加4%，当前42%。穆昭昭，我一定要让你死！娘娘，该喝药了，这是催脉药，喝下去，短时间内脉象会像有孕。娘娘，这药伤身，不能久用。只要能让殿下回头，伤点身算什么？听府医说你有孕了。殿下，颜月知道前些日子错了，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。若真是皇孙，父皇和母后那里也会对我多几分顾怜。从前的事先不提，你好好养胎。殿下，皇后娘娘听闻侧妃有孕，命明日入宫请平安脉。皇后娘娘，母后重视皇孙，自然要亲自过问。小姐，东宫说穆侧妃有孕了。有孕？她才入东宫几日？外头都说太子殿下高兴得很，还赏了不少东西去偏院。想起东宫后园那包药粉，当时只当是迷香，后来沈兆苏让清河查过，说里头有几味调脉的东西，原来坑在这里。系统，穆颜月是真孕吗？假孕，请宿主完成揭穿穆颜月假任务，可获得较高打脸值。又有人送打脸值来了。春英，备马，去哪儿？药铺。打脸值？这孩子自从醒来过后，怎么变了这么多？神神叨叨的。公子要买什么？催脉药。公子说笑，
小店不卖那东西。我不买，我问，近日可有人买过？我家公子问你是给你机会，若让官府来问，你这铺子还开不开就不好说了。行啊，学会狐假虎威了。嗨，这不是小姐您教的好吗？前几日确有东宫婢女来过，买了些调理脉象的药，小人也劝过，那药不能多用，可他给的银子实……叫什么？只听旁人叫他秋文。他烧了药方，这里还有。你怎么又在？查东宫。这么巧，查到同一家。这是从东宫偏院倒出的药渣里取来的，里面有催脉药，可让脉象短时成孕象。也就是说，穆侧妃是假孕。他对自己也挺狠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直接揭穿没意思，他不是想靠孩子翻身吗？那就让他把戏唱大。侧妃娘娘，听说你有孕了，来送你一份安胎礼。姐姐有心了，只是我身子不适，急着入宫向皇后娘娘请安，怕是不能久陪。没事，你有孕，我这个做姐姐的总得表示表示。姐姐送的是什么？安胎药啊。穆昭昭，你又想做什么？太子不要那么紧张，我听闻妹妹有了身孕，特地来送安胎礼的。你的东西，月儿不敢用。不敢用也行，正好今日入宫，不如带去给皇后娘娘看看。不能入宫，昨日才喝了催脉药，说当着皇后提起安胎药，太医必定细查。姐姐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只是我如今怀着太子殿下的孩子，用药都需太医过目，外头东西实在不敢入口。这话有理，那就让太医过目。月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妾身只是有些乏了。有孕的人是容易乏，尤其是心虚的时候更乏。穆昭昭，行，不收就不收，反正我礼数到了。侧妃娘娘入宫请脉，可得仔细些。皇后娘娘眼里揉不得沙子。你当真有孕？殿下这是疑我。姑不是这个意思。颜月知道自己之前做错了事，让殿下失望，可腹中孩子是无辜的。别多想，入宫后好好请脉。是，起来吧。听闻你有了身孕，太子很是欢喜。颜月惶恐，定会好好保重身子，不负娘娘期望。传太医，今早我又服了药，挨过今天便可。往后借华胎一事栽赃穆昭昭，谋害皇子的罪名，他可承担不起。如何？回娘娘，侧妃娘娘脉象确有华象，只是这华象浮而不稳，不似寻常孕脉，臣斗胆，还需再诊一次。再诊。国师大人到。臣昨日查东宫药材流向，发现有人购入催脉药，此药可乱脉象，短时内成孕象。娘娘，此药确有催脉之效。穆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娘娘，颜月冤枉，定是有人害我，是穆昭昭。侧妃娘娘，饭可以乱吃，锅可不能乱甩啊。侧妃娘娘，消息，药物撅出自你东宫，我倒想问问，我这局设在哪？设你肚子里了？殿下，我没有，我也是被人骗了。那药是婢女拿来的，说是调养身子的补药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催脉药。又是婢女自作主张。娘娘，这是西街药铺掌柜的证词，买药之人拿的是东宫药牌，自称奉侧妃娘娘之命，掌柜收了封口银，但账还没来得及抹干净。穆氏，你入东宫不久，先设局陷害嫡姐，又以假孕欺瞒太子和本宫，你眼里可还有半分皇家规矩？娘娘，颜月知错，颜月只是太怕殿下厌弃我，殿下，颜月只是太爱您了，求殿下看在往日情分上，饶我这一次。放手！姑真是看错了你。穆氏德行有亏，不堪侍奉太子，即日起禁足东宫偏院，无诏不得出，罚俸1年，抄女戒100遍。娘娘，再多言，便送回穆家。谢皇后娘娘开恩。今日之事，你倒来得及时。臣女只是怕侧妃娘娘误服药物，伤了身子，特来提醒。你虽与穆氏有怨，但此事处理的还算有分寸。只是宫闱之事，日后少掺和。臣女明白。打脸穆颜月，宋明远成功，打脸直加5，当前47%，总算快有一半了。国师大人今日这药渣送的真准时。不敢当，没有穆大小姐送的好。我那是安胎礼，礼轻情意重。你的礼确实重。穆大小姐，等等，陛下有旨，请您去御书房。皇帝，陛下说
请穆大小姐即刻过去，国师大人也一同前往。科举舞弊、军饷亏空，竟都牵扯到丞相府。丞相府，原来嫁妆帐后面。臣女参见陛下。穆昭昭，你可知你父亲门生牵涉科举舞弊？禀皇上，臣女不知。哼，你倒答得快。陛下，穆小姐乃内宅女子，朝堂之事未必知情。又帮我，莫不是被姐魅力折服啦？父皇，穆昭昭现在掺和了丞相府不少事，又与三弟私下来往，未必真不知情。太子殿下，你自己都后院着火，怎么还有空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？你放肆！够了！老三，这折子是你递的，你来说。回父皇，儿臣今日查到，荆轲有几名举子名次异常，试卷文风与本人不符，顺藤摸瓜，查到其中2人曾出入丞相府门生周文远处。周文远乃丞相多年亲信。宋明泽这是开始动太子和穆承渊的线了。三弟查得到勤快，科举之事自有礼部和父皇定夺，你私下查探是何居心？臣弟只是偶然得知，不敢隐瞒。这俩兄弟再走近一点，都快亲上了。穆小姐心还真大呀，天子面前都如此不正经。嘘，别闹，继续看。偶然，你同穆昭昭走得近，谁知是不是你们联手构陷？太子殿下，你这逻辑真适合去说书。反正只要我认识谁，谁干什么都能赖我。国师，你怎么看？科举舞弊非小事，既有线索便该查。若丞相清白，自能还他公道。此事交由大理寺暗查。老三，你从旁协助。太子，东宫近日事多，你便先闭门思过。父皇，你有异议？儿臣不敢。怎么了？周文远死了。刚从大理寺传来的消息，人还未正式提审，便在家中暴毙，仵作初看是中毒。周文远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他死前曾让小厮送出一封信，但信不见了。小姐，这些纸都烧黑了，真能找出东西吗？福顺布庄是我的铺子。穆承渊，原来你拿我娘的钱买。福顺布庄是我的铺子，银子从娘的铺子出去，收快人是周文远，5000两，不是小数。小姐，周文远不是刚死了吗？死人不会说话，但这张纸得说。可只有半张，能作证吗？不能直接作证，但能钓鱼。穆承渊肯定不知道这东西还在，若知道，他不会任由我们把账册带回西昭院。你又来做什么？女儿来问父亲一件事。周文远，父亲熟吗？朝中门生众多，我怎会个个熟悉？哦，那这个父亲熟吗？福顺布庄出去的银子，周文远收的，要不要我帮父亲回忆一下？你从哪儿拿到的？看来父亲是认识的。穆昭昭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该碰的，你若识趣就交给我，否则不止你，连你母亲也会被牵连。又拿我娘吓我，父亲，换个新鲜的，我现在听腻了。你以为有镇国公府撑腰就能肆无忌惮？科举舞弊是大案，你一个闺阁女子搅进去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那父亲大可放心，算命的说过，我命硬得很。来人！相爷是要让他闭嘴。小姐，咱们是不是被人跟着？3波，一波穆承渊的，一波太子的，还有一波向国师府的。什么3波？小姐，这边人少。我知道，人多的地方他们不动手啊。多好。终于舍得出来了。没意思，我还在那儿藏了半天。太子的人不止，穆承渊和太子怕是绑在一条船上了。半张存根给我。怎么，你要替我查？我怕你事儿还没……疼不疼？不疼。还说不疼，伤口都这样了。娘，真没事，你看我还能吃。你们有事先谈，我下去休息会儿。明明怕疼，偏偏嘴硬。周文远死了，账册烧了，刺客也死了，现在只剩这个。半张存根不足以定罪。我知道，所以要让他们以为还有另一半。穆小姐是要造假？怎么能叫造假？叫心理战。你笑什么？那你想怎么做？你过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们放消息，
就说周文远死前送出的信已经到我手里，里面既有科举舞弊，也有军饷亏空的证据。军饷？他们反应这么大，说明科举只是表层，军饷不同。碰军饷就是碰边关将士的命。你怎么想到军饷？话本里都这么写，我看的杂书多。话本？周文远这个废物，死了还留下尾巴。殿下，当务之急是拿回那封信。若信中真有军饷账，陛下必定震怒。用你说，穆昭昭那边有国师盯着，不好动手。殿下动不了，我可以帮殿下动。侧妃娘娘，您如今禁足，我若再不立功，殿下便真的不要我了。来了，抓到了。太子还真不惊吓。还有一条路。那身形像穆侧妃身边的人，穆颜月还真是禁足进了个寂寞。父皇，儿臣不知此事。大理寺继续严查，东宫交出相关人等。诱敌反击成功，打脸值4%，当前51%。昭昭，你放出去的假消息可能成真了。什么意思？边关军饷真的少了。穆昭昭，你倒是每次都能撞上大事。臣女也不想，可能臣女命硬，脏东西见了我容易现形。军饷之事与你父亲有关，我没法证明父亲贪墨军饷，但柳庄的钱牵扯到周文远，他还涉科举舞弊，如今有人忙着灭口毁账，摆明了是心里有鬼。你倒清楚。老三，军饷是由你暗中查，国师从旁协助。儿臣遵旨。相爷，东宫那边催得紧，说那批账必须尽快处理。处理？现在怎么处理？大理寺盯着，国师也盯着，你想让我死吗？可若账落到三皇子手里，闭嘴！敌人越慌，越容易露尾巴。启奏陛下，大理寺顺着柳氏嫁妆铺子福顺布庄的银票，查到广元钱庄私账，钱庄掌柜已招供，周文远只是中间人，银钱一部分流入科举买官，一部分借边军采买账转入太子名下暗庄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这是有人构陷东宫。太子殿下若冤，便请东宫交出暗庄账册，自证清白。科举舞弊、军饷亏空，竟都牵扯到朝中重臣与东宫。陛下，臣不知情，是门生欺上瞒下，是钱庄掌柜栽赃，臣绝不敢染指科举与军饷。穆相口称不知，可银票大就出自贵府主母嫁妆铺子，留下抄本交给大理寺，此案线索早已被毁。老三，此案是你协查的，儿臣只是一线追查，真正保住线索的是穆大小姐留下的抄本。穆承渊革去官职，重达50大诏，太子德行有失，即日起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出。遵旨。父亲回来了。逆女，这笔账我迟早要同你清算。提示：打脸值加6%，任务进度已过半，回归通道预热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认真想过回去了。小姐，要不要请辅医？不用，我今晚睡一觉就好了。出来，宿主请讲。回归通道预热是什么意思？宿主打脸值超过50%，回归通道进入预备阶段，打脸值达到100%后，宿主可选择返回原世界并领取奖励。可选择，之前不是说攒满就能回去吗？现在变成可选择了。你们系统也玩文字游戏？5000万回现代，不用宅斗，不用猜谁要害我，睡到自然醒，外卖点双份，踩在老板的办公桌上，把辞职信甩他脸上，大声地说：“老娘不干了！”哎呀，麻烦！回归为主线目标。闭嘴！方案改第8版，老板明早要。快点啊，别拖大家进度。谁？原来是你啊！国师大人半夜兴致这么好，不睡觉来翻我墙。走门。撬锁和翻墙区别不大，你来干什么？命星有意。又开始了，上次命牌裂了，这次星星也不听话。今日子时，你命星忽明忽暗，有离散之象。离散是什么意思？像是要离开。国师大人算错了吧？我好端端站在这儿，离开了能去哪儿？我也希望是算错。
我困了，国师大人若没别的事，就回去看星星吧。穆昭昭，若有一日你真要走，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看情况吧，我要是跑路，肯定挑你不在的时候，省得你拦我。我未必会拦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会不会回头？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，提醒回归为主线目标。你家主子昨夜没睡。穆小姐怎么知道？半夜看星星，白天还精神，那就不是人了。这东西还留着，不吉利。它是唯一能映出你命线的东西。国师大人今日又要验我。穆昭昭，你原本的命线在落水那日断了，断线之后多出一条外来命线，与你如今的命息相合。警告：身份暴露风险上升。我知道，别吵了，我会想办法圆过去的。我不问你从哪里来，但我想知道你会不会消失。我不知道。你身上有一道约束，它不许你说是与不是。警告：目标人物存在异常感知能力，请宿主。你能不能别吵？谁在吵？我说你，你问得我脑子疼。带着。干什么？监视我？稳命。你命线有离散之兆，此物或许能护你一时，算你欠我一笔人情。早说嘛，欠账我熟。主子，镇国公府来人说柳夫人突然吐血，请穆小姐速回。什么？我娘吐血了？等等，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情？我和你一起。我娘怎么了？夫人，这是鸡年旧毒入肺，今日急怒攻心，才吐了血。旧毒？原来穆成渊和林姨娘拿走的不只是我娘的嫁妆。支线任务触发，查明柳氏中毒真相。任务奖励打脸值10%。春杏，去查，把这些年给我娘熬药、送药、看诊的人全给我找出来。是，小姐。没事，我会帮你。这一次，我要他们连本。夫人脉象多年积毒，下得极细，平日只像体虚，若非今日吐血，老夫也不敢断言。春杏，这些年我娘的药是谁经手？从前是刘妈妈，后来林姨娘说药材采买要统一管，便换成南院的人。近2年熬药的是桂枝婆子。那婆子人呢？听说昨夜出府探亲，到现在没回来。灭口倒挺快的。别急，我让清河去找。多谢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很熟了，所以不用对我说感激的话。他明明自己一身伤，却总担心我累不累。这样的好人，他们也下得去手。检测到宿主复仇意愿增强，建议尽快完成支线任务。不用你催，这任务我自己会做。宿主无需过度代入，当前世界为任务世界。系统，你要是不会安慰人，就给我滚！而且它不是任务。桂枝找到了，死在城西乱葬岗，像是被灭口。他衣襟里攥着一块破布。小姐，你看，这不是林姨娘身边嬷嬷常穿的料子吗？证据不够。桂枝还有家人吗？有个女儿小桃，3年前被卖到城外庄子，人还活着。我陪你去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！柳夫人还活着，你知道说出来，我保你活。我娘死前托人给我带话，说她对不起夫人。那些年夫人的药是林姨娘让她换的，她不敢不换，因为我和弟弟都在林家人手里。我娘还说，最开始下药时相爷知道。小姐，要先报官吗？先不报官，直接宣判结果都没意思。春杏，你带药包去给医官查验。是。别怕，你只要说实话，我保你不再回林家人手里。奴婢愿说，只求大小姐救救我弟弟，他还在林家庄子里。清河，去救人。是。我娘桂枝原是柳夫人院里的粗使婆，后来林姨娘管了采买，把我娘调去药房。起初只是克扣好药材，换成便宜的。我娘不禽兽无异。第2日，我和弟弟就被林家人带走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不敢不换。穆成渊知道多少？我娘听见刘嬷嬷和相爷说话，相爷说别闹出人命，柳家不好交代。刘嬷嬷说
姨娘有数，只是让夫人病着。小桃，大小姐，那包药粉确实是夫人体内寒毒源头。小桃弟弟已救出，暂时安置在国师府别院。谢谢，谢谢。走，带小桃去前厅。现在，大小姐这是又找了什么人来污蔑妾身？小桃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柳嬷嬷给我娘药粉，让她掺进柳夫人的药里。老爷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娘不敢不做，因为我和弟弟都在林家人手里。放肆！哪里来的贱婢，竟敢攀咬本相！父亲，请急什么？他还没说完。穆昭昭，你为了对付林氏，连这种下作手段都用上了。下作？父亲，这些东西认识吗？不是我，柳嬷嬷早被发卖了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买通这丫头害我？刘嬷嬷没被发卖，昨夜她想出城，被我扣下了。姨娘救我，老奴都是听您的吩咐啊。相爷也是知道的，说只要不死就别闹大。贱婢胡言乱语！父亲，他胡言乱语，那你慌什么？老爷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明儿，你身子不好，别听这些人挑拨。你只打我，是真的吗？20年来替你生儿育女，拿柳家的资源为你铺路，你纵容妾室欺我、辱我、夺我嫁妆，我都忍了。可你竟连我的命也拿来算计。我没有想让你死，所以我还该谢你留我一口气吗？昭昭，娘想和离。好，查明柳氏中毒真相，打脸值加10%。当前打。父亲，签字吧。柳氏，你当真要闹到这一步？不是闹，是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。你是丞相夫人，吃穿用度哪样少了你？如今听穆昭昭几句挑拨，便要和离，可想过传出去，旁人会如何看你？旁人怎么看已经不重要了。是你撺掇你母亲。父亲，别什么都往我头上扣。我娘想离开你，是因为你不配。逆女，当年我与你成婚，乃陛下亲赐，婚书入过宗册，不是你一句和离便能了结。你若逼我无故休妻，便是逼我背负忘恩负义之名。父亲现在想起忘恩负义不好听了。穆昭昭，几个婆子的口供定不了我，内宅之事闹到陛下面前也不过是家事，给嫡妻下毒也是家事。谁能证明是我下的毒？林氏与刘嬷嬷自作主张，我会处置。至于你母亲，只要我不点头，她走不了。老爷，你留着我还有什么意思？明儿，我知道你近日受了委屈，林氏我会罚，要的事儿我也会查清。你身子不好，先回去养着，过些时日，你便知道今日不过是一时气话。穆承渊，我如今才算看清楚自己究竟嫁了个什么安杂玩意儿。相爷，宫里来人了，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女官，说听闻夫人病重，特赐补礼，并请夫人3日后入宫说话。皇后怎么会突然插手柳氏的事？昭昭，她不会放我走。娘，有我在，她留不住你的。和离书她不签，我们就把证据抬到所有人面前。姨娘，相爷把毒药的事都推到您身上了。他想让我一个人做梦。姨娘，咱们怎么办？去东宫，告诉月儿，柳氏不能活着入宫。她若进宫开口，我们母女就全完了。既然谁都不让我活，柳氏若入宫，母亲下毒的事就压不住了。娘娘，您如今还在禁足，说再动手，只怕太子殿下更厌您。不动手，等穆昭要把我和我娘一起送进大牢。去找太子身边的陈管事，告诉他，若柳氏进宫，东宫设局害穆昭昭假孕争宠，仿造三皇子玉佩的事，全都会被翻出来。娘娘，这是太子，他现在厌我，可他更怕东宫再出事。穆昭昭，你护得住他一次，护不住他一辈子。小姐，您歇会儿吧，有镇国公府护卫守着，夫人不会有事。林姨娘被逼到绝路，穆颜月也不是会安分等死的人。小姐是说保护夫人？昭昭，娘，别出声。主子，弓手拿下了。伤到没有？没有。剑上有毒。娘，你在屋里好好休息，我出去看看。
带去国师府，别让他死。你想做什么？明日皇后不是要见我娘吗？这份见面礼一起带去。穆昭昭，你又在府里闹什么？老爷，妾身听见西昭院有喊杀声，吓得不行。私藏刺客，惊扰府宅，你还不跪下？父亲来得真快。刺客刚被拿住，父亲就带着林姨娘到了。怎么，等消息等急了？你胡说！春杏，急什么？明日进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嬷嬷来得正好，昨夜有人夜袭西昭院，想杀我母亲灭口，这是政务，劳烦一并带入宫中，给皇后娘娘过目。好。此事尚未查清，怎可惊扰皇后娘娘？父亲昨夜不是说我私藏刺客吗？那更该让娘娘查清，免得冤枉女儿。柳氏病重，不宜出门。来人，送夫人回房。谁敢碰她？逆女，你几次忤逆生父，扰乱家宅，今日我若不教训你，穆家家法何在？老爷，不可！父亲是想用家法压我。我是你父亲，教训你天经地义。你做什么？看看这玩意儿够不够结实？不太结实，父亲下次换根好的，别丢人。穆丞相，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还不会还手的穆昭昭了，现在的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所以你下次做事之前最好先掂量掂量清楚。反了你了！谁反了？爹，大哥，二哥。穆成元，你好大的威风，给我女儿下毒还不够，如今当着皇后嬷嬷的面，还想打我外孙女。岳父误会，别叫我岳父，我嫌脏。妹妹，跟大哥回家。她是相府夫人，岂能说走就走？相府夫人，父亲软禁她，毒害她，昨夜还险些让母亲死在西昭院。当年的夫人可真是刺激呢。柳夫人今日奉皇后娘娘懿旨入宫，谁敢阻挡，便是抗旨。住了20年的地方，竟像一座坟。昭昭，我们走。夫人体内寒毒虽深，但尚未入心脉，只要按方调养，性命可保。小姐，夫人没事了，你也歇一歇吧。我娘的账清了大半，但穆昭昭还有一笔没清。还有什么？穆昭昭的命。小姐是说二小姐推您下水的事？抢院子、斗太子、查嫁妆、护柳氏，这笔命债拖到现在，也该算了。穆小姐，当日湖边伺候过的人查到了，花房丫鬟翠芝落水后不久被林姨娘发卖，如今在城外做粗活。你就是翠芝。大小姐饶命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没问你就说不知道。别怕，我若要杀你，不会费这么大劲找你回来。大小姐，奴婢也是没办法。当日奴婢在湖边绣花枝，看见二小姐和您争执，您要走，她便从后头推了你一把。真是她！奴婢吓坏了，本想喊人，可刘嬷嬷突然出来捂住奴婢的嘴，说若敢说出去，就把奴婢全家卖去矿场。后来呢？后来二小姐哭着喊救命，说是大小姐自己失足，相爷来了，只让人把您捞上来。可那时您已经没气了。奴婢被发卖前，偷偷藏了这个，是二小姐当日掉在湖边的，她后来还派人找过。小姐，这二小姐以前常戴那对东珠耳坠。翠芝，你可愿作证？奴婢愿意。好，穆言月欠的命，该还了。你会替我讨回来，对吗？会。我那时很怕，不过现在谢谢你。穆昭昭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伤害过你的人付出代价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没事。小姐喝点水，夫人那边有医官守着，您别太担心。原主残念认可宿主，打脸值加1%，当前打脸值68%。
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会做到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天亮后随我去见娘。昭昭怎么来这么早？没睡好吗？睡了，就是梦多。你呀，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，听到没有？娘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说。若有一天我和从前不太一样了，很不一样，你会怕吗？你从落水醒来就已经不一样了。从前的你什么都藏在心里，现在的你会骂人，会打人，会护着娘。那您不怕？娘只知道你是我的昭昭，你活着，娘就谢天谢地。穆小姐，三皇子传信，今日太子会带穆侧妃入宫向皇后请安，若要对峙，这是机会。昭昭，你要去？穆颜月欠的我也该还了。禁足这些日子，可想明白了？颜月知错，日后定谨言慎行，不再给太子殿下添麻烦。穆大小姐到。翠芝，她怎么还活着？穆昭昭，你今日入宫所谓何事？臣女今日来是为一桩命案。穆昭昭，你又想闹什么？臣女落水那日并非失足，而是被穆颜月亲手推下湖。臣女今日带人证物证入宫，还请娘娘。姐姐，你为何又要污蔑我？当日你明明是自己失足，我还喊人救你。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是何人？奴婢翠芝，原是丞相府花房丫鬟。大小姐落水那日，奴婢就在湖边，奴婢亲眼看见二小姐从背后推了大小姐。你胡说！你被穆昭昭收买了，才来诬陷我的，是不是？当日奴婢若敢开口，就把奴婢全家卖去矿场。这是穆颜月当日在湖边掉落的东珠耳坠，另一只，如今还在她旧物匣中。娘娘可派人去查。不是我，这耳坠早就丢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专门找来陷害我？太子哥哥，你信我，我没有杀他，我只是推了他一下，我没想让他死。穆颜月，不是，颜月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终于认了。揭穿原主落水真相，打脸穆颜月成功，打脸值加2%，当前70%。即日已废去东宫侧妃一制，降为庶人待遇，幽禁偏院。待陛下裁决。不，娘娘，太子哥哥救我！工人，将他带走。穆昭昭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小姐，二小姐终于认了。是啊，终于认了。穆昭昭，你看到了，我做到了。结束了。他的账结束了，穆颜月认了，可当年替他遮掩的人还没认。小姐说的是相爷，还有太子。那就继续查。太子和穆承渊，我也要。他说过会护我的。娘娘，谁是娘娘？我如今还有什么娘娘的体面？太子哥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！皇后娘娘只是一时生气，只要你替我说句话，我还能……穆颜月，你知不知道你今日差点害死姑？谋害嫡姐，假孕争宠，设局陷害穆昭昭和三弟，现在父皇母后都盯着东宫，你让姑怎么救你？可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！为了姑，你觉得姑在意吗？殿下，月儿是真心的。现在三皇子借他靠上镇国公府，我怕你被他们压下去。殿下，穆昭昭身后是镇国公府和国师大人，若他帮宋明泽，你的太子之位还能稳吗？继续说。柳家掌兵，只需让陛下移其拥兵自重，三皇子必然避之不及。届时穆昭昭失了靠山，便可任命殿下拿捏。哼，你还是有点用的。事成之后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有用？原来我现在只剩有用。好，那我就把穆昭昭一起拖进泥里。昭昭，今日真的结束了吗？没事的，娘，女儿自己能解决好。宫里有消息，太子党开始弹劾柳家了。他们弹劾什么？镇国公府近来频繁调动府兵，私藏军械，
与三皇子往来过密，逢有结党谋逆，意图夺嫡之心。太子想翻身，第一，洗清自己，但君想案科举案没完，他洗不干净；第二，把别人拖得比他更脏。三皇子查案得宠，柳家又站在我娘这边，他们当然要咬柳家。柳家一生忠君护国，不怕查。虽儿知道祖父清廉坦荡，但是小人陷害也不得不防啊。国公爷，宫里传旨，陛下命镇国公明日入宫，并暂封柳家兵权，待查清后再议。兵符在哪儿？昭昭想干什么？外祖父，真兵符得藏好，我们要准备一块假的。伪造兵符可是大罪。舅舅先别急，这兵符不是给陛下看。此符能调动柳家旧部，虽说如今边军调度需经兵部与陛下印信，若落到有心人手中，仍能兴风作浪。所以太子一定想拿到它。做假符太险，万一被人抓住把柄，就是给柳家添罪。大舅舅，太子已经在给柳家添罪了。我们现在不是躲罪，是让他自己把手伸进来。昭昭的意思是把假符放出去，引太子的人来偷。假符不能太假，要让太子的人以为偷到了真的，也要让陛下的人一验就知道是假的。这还是太冒险了。险，可太子现在最急，人越急就越会犯错。你这性子倒不像你娘，像你外祖母。舅舅，你放出消息说镇国军兵符在镇国公府书房密阁。太子，钩子给你了，就看你咬不咬了。小姐，他们真来了，小声点。拿到了，快走！小姐，万一他们发现是假的呢？不会，他们现在只想立功，没时间细验。东西偷得太顺，人会先高兴。国师大人不用睡觉吗？陛下命我明日一同验符。那正好，您可得验仔细点。你不怕我揭穿你？你会吗？走了，睡觉。禀皇上，镇国公府私藏兵符，意图抗旨不交。另有密报呈上，说柳家昨夜秘密转移军令。宣镇国公，臣柳家世代忠君，从无二心。兵符一直封存府中，今日可当殿交验。怎么可能？那昨夜偷到的是什么？国师，验。朕。陛下，臣手中也有一枚兵符，乃现人从镇国公府所得。呈上来。假。假兵符从何而来？假兵符从何而来？臣是从县人处所得。县人说镇国公府暗藏兵符，臣忧心国事，才贸然上奏。县人是谁？国师，可验出此符来历？此符仿的仓促，用的是京中玄铁铺长线料，内文错一笔，外形仿真，但却没有真正的暗文。没有暗文，却敢称从镇国公府所得？陛下，臣一时受骗，求陛下恕罪。父皇，此事或许是有人故意设局，既陷害镇国公府，也离间父皇与柳家。御史虽有失察，却也是忧心朝。太子怎知是有人设局？儿臣只是推测。柳家戍边数载，若陛下疑心，臣甘愿交兵符解甲归田，但绝不愿背负谋逆无名。陛下，臣昨日收到消息，京中玄铁铺3日前有人众人连夜打造令牌，买主是谁？用的是东宫名下陈管事的腰牌。父皇，儿臣不知此事，定是有人盗用东宫腰牌。传陈管事。陛下饶命，奴才只是奉命办事。奉谁的命？陈管事，想清楚，伪造兵符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是穆侧妃身边的人传话，说殿下需要此物，奴才以为是殿下默许才去办的。穆颜月，你不要怪我，此事只能由你受着了。哼，太子，东宫看来是该好好清一清了。太子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离东宫。陈管事交大理寺严审，穆氏处50杖刑。谢父皇开恩。反制兵符陷害，打脸太子党成功，打脸值+4，当前74。
穆小姐今日这一险局，可有想过失败是什么后果？确实险，不过险是太子，不是我。你不怕他狗急跳墙？怕，所以要在他跳墙之前把墙拆了。若需要我配合，穆小姐只管开口。有殿下这句话就够了。相爷，东宫那边递了话，希望相爷替太子殿下在朝中周旋。哼，周旋？我如今自身难保，还有功夫管他？科举案、军饷案尚未查完，太子又出假兵符，陛下已经疑心东宫，我不能继续陪他沉。备车，三皇子府。愣着做什么？是。太子这条船要沉，我得先上岸。禀三皇子，穆丞相在外求见，那快请我们这位丞相大人进来。殿下，丞相此时来，怕是想投诚。他不是投诚，是避祸。三殿下近日协查军饷案，颇得圣心，老臣甚感欣慰。朝中有些旧事，或许老臣能为殿下略尽绵薄之力。丞相大人是太子岳家，又是东宫旧臣，如今对我说这些，不怕太子寒心？殿下说笑，老臣是为朝廷效力，不为任何一党。那丞相大人这些年替太子引荐门生，也是为朝廷。丞相若真有证据，可呈给父皇；若只是想让我替你挡刀，恕我无能为力。三殿下误会了，我没有误会，是丞相大人来错地方了。昨晚没睡好，就不多留丞相了。来人，送客。穆丞相，请吧。哼。好巧啊，穆丞相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看墙头草被风吹下来。穆昭昭，你别太得意。我没得意，我只是觉得很有趣。太子不行了，父亲就跑来找三皇子，三皇子不收，又准备找谁？皇帝吗？穆昭昭，我是你父亲，我若倒了，你也讨不了好。你倒了，我的好日子才算真正来了。走。小姐，相爷会不会狗急跳墙？会，但他现在更想先推个替死鬼出来。推谁？林姨娘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前厅在查旧账，相爷还让人取了您从前写给林家的信。什么？老爷这是要把我推出去？好啊，他不让我活，我也不会让他如愿。林氏、柳氏中毒，嫁妆亏空，昭昭落水，这几桩事皆与你有关，你可认罪？老爷要妾身认什么罪？证据确凿，你还要狡辩？证据？这话什么意思？狗咬狗的戏份来了。当年柳氏嫁入相府，带来多少嫁妆，老爷比谁都清楚。若没有柳家，您能坐上今日的位置吗？可您怕柳氏娘家太盛，怕她压您一头，所以才让我去管家，让我给她下毒。住口！柳氏的药是我让人换的，铺子银钱流向林家，您不知道？不，您只是装不知道。空口无言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老爷想让我死，可以，可这封信若送到大理寺，您也别想活。把信给我。信是真是假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是他伪造的。伪造？老爷，您的私印我可伪造不了。多年来，你处处提防旁人，唯独不曾戒备我这一介妾室。你本就是贱妾，若不是我，你能进相府，你女儿能进东宫。是我贱，可你又有多高贵？借柳家上位便厌弃，依附太子又想背弃，利用我做尽脏事，如今竟想灭口。穆承渊，你完了，完了！贱人！严姨娘反咬穆承渊，主线证据获得，打脸值加2%，当前76%。穆承渊，陛下有旨，请丞相入狱候诊。我是当朝丞相，谁敢动我？相爷得罪了。穆承渊，你也有今天？你以为你逃得掉？谁都逃不掉。你们欠我娘，欠穆昭昭，欠柳家的，我会一笔一笔的跟你们算清。信交给我，别弄丢了，这可是我父亲难得的真。
你可以先回镇国公府。你为了救我伤成这样，我现在走，明天全京城都得骂我没良心。你在乎别人骂？疼就喊，没人笑你。你会笑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行，你疼死算了。国师这几日不可沾水，不可动武，伤处需每日换药。我记住了，我替清河记的。对了，明日我同你一道面见陛下。沈昭帅，你为什么帮我到这个地步？因为你命格特殊，我看不透，觉得好奇。太敷衍，请你认真回答我。因为听从本心，顺势而为，缘道自有回响。好吧，暂且相信你。穆昭昭，若有一日你要走，会不会犹豫？你为什么总问这个？因为我算不到。国师也有算不到的事。有。检测到宿主情绪变动，提醒回归任务为主线目标。破坏气氛。你伤还没好，少说话。我回去了。护符还在吗？在。别摘。知道了。小姐，您脸怎么红了？火烤的。可是现在也没到烧炉的时节，国师这么怕冷吗？皇上，这是臣与穆小姐在丞相府中找到的东西，请皇上过目。20万两军饷，科举赌币，买官卖官。穆承渊，你真是朕的好丞相！陛下，臣冤枉，那账册是伪造的，是有人陷害臣。你说伪造，那亲笔信、私印也是伪造。父皇，此事儿臣并不知情。穆承渊借东宫名义敛财，儿臣也是被蒙蔽。哼，我穆承渊尽心替你卖命，到头来却是被人弃之如敝马。东宫暗桩也是你不知情。账册中有几笔支出入了太子殿下私库，若殿下不知，臣可请户部与大理寺一并查验。宣朕旨意，太子德行有失，难当重任。即日起废除宋明远太子之位，禁足宫中。无朕旨意，不得外出。儿臣错了，求父皇收回成命。穆承渊坏国之根本，择日问斩。老臣知错，求皇上饶命！来人，把他俩押下去。昭昭，臣妇参见皇上，请皇上准许臣妇同穆承渊和离。刘氏，你对穆承渊的事情，朕也有所耳闻。不过你可想清楚，和离之后，世人难免议论。臣妇从前就是太怕议论，才活成今日这样，如今不怕了。好，那今日朕准你和离归宗，从此你不再是穆家妇，只是你柳家女。臣妇叩谢皇上圣恩。昭昭，娘想把嫁妆铺子重新开起来。好啊，娘以后一定会成为这大境有名的商人。娘没想那么远，娘是想替无处可去的女子留一条路。我相信娘，你会做得很好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大理寺传来消息，相爷逃了。逃了？有人劫牢，死了2个狱卒，相爷不见了。他这个时候逃，绝不是单纯为了活命。昭昭，你不能去，他已经疯了。娘，我会把春杏带回来。我派人随你去，他让我独去，肯定有人盯着，我不能拿春杏的性命来赌。你不能一个人去。我知道，但我必须去。你不是国师吗？靠这个能算出我的位置不？能。那我不是一个人。哭什么？丑死了！你倒真敢来！抓一个丫鬟逼我来，挺有出息。把账册和密信交出来，还有，让镇国公府替我向陛下求情。父亲，牢饭没吃明白，现在还做这种梦？我是你父亲，我若死了，你就是罪臣之女，镇国公府能护你一辈子吗？又来了，你每次都拿这些话来压我，能不能换点词？穆昭昭，我养你20年。穆承渊，
你这个自私虚伪的人，也配当爹？闭嘴，把东西交出来！你不是想要证据吗？我给你。春杏，穆昭昭，你这个不孝女！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女儿，你也不配当我爹。与穆成渊彻底决裂，打脸值加4%，当前83%。小姐，奴婢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没事的啊。军饷账册、科举舞弊名单、东宫暗桩往来、穆成渊私印，还有劫牢抓捕证词。穆成渊，是朕对你太仁慈了吗？给了你一直挑衅朕的机会。绵儿，你替我说句话，我们20年夫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让昭昭也替我求求情。你错了。对，我知错了。你当然错了，而且错得离谱。我嫁你20年，你靠柳家起事，却嫌柳家压你。你纵妾室夺我嫁妆，害我女儿性命。你默许他们给我下毒，只因我病着，便不会爱你的路。穆成渊，你这种人，凭什么认为我们会帮你求情？昭昭，我可是你父亲。别，我怕我亲爹夜里托梦骂我。臣女失言。穆成渊贪墨军饷，买卖科举，结党营私，纵容内宅谋害嫡妻嫡女，罪证确凿，打入死牢，立即问斩。穆家抄没，涉案者一并查办。老爷，您看，咱们谁也没赢。昭昭，娘彻底自由了。自由了。爹，女儿做到了。我的绵儿辛苦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穆成渊被处死了，他真是活该。哎，这柳夫人总算脱身了。小姐，大家都说您不好惹呢。挺好，这样不是会省很多麻烦吗？你这孩子，出什么事了？太子府异动，太子旧部集结，宫门守卫也有变。什么？太子想要造反吗？国师人呢？主子已入宫，陛下旧疾发作，太子皆失病入宫。随后宫门守卫开始调换，主子察觉不对，命属下来请穆小姐。昭昭，你不能去。娘，先不论祖父他们向来忠心不二，若是太子谋逆成功，我镇国公府必定第一个遭殃。娘，女儿不能不去。可娘怕你出事。娘放心吧，我命硬着呢。那你答应娘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要优先保护自己的安全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终极任务触发，阻止宫变，任务奖励打脸值加10%，失败惩罚死亡。还是熟悉的狗系统，但我一定不会失败。陛下被困养心殿，三皇子在宫外调兵，但宫门被太子的人把控，暂时进不来。玉玺呢？应该还在殿内。太子若逼陛下写禅位诏书，担心在弑君了的话，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所以我们得快点。逆子，敢逼宫！父皇，儿臣只是请您退位养病。三弟勾结镇国公府，儿臣这是在为父皇清君侧。父皇为何不懂儿臣的一片苦心呢？你打着清君侧的幌子囚禁朕，你当朕是像你一样的蠢货吗？父皇，儿臣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再拖下去，儿臣不敢保证自己会做什么。宋明远，你想弑父不成？父皇说笑了，明明是父皇身体不好才突然暴毙，儿臣到时是临危受命，是大晋国的功臣。太子殿下，此时收手，尚可留一命。国师大人还是好好劝劝父皇吧。签了退位诏书，这大晋的皇帝也该换个人当当。站住！哪个宫的？奉太子命令，给陛下送药。抬起头来，我看看。穆小姐，你先去找国师。你来了。玉玺在暗阁，拿到他，送出宫门。穆昭昭，姑就知道一定会来送死。姐姐，没想到吧？你斗倒我娘，斗倒爹，最后还不是要死在我面前？拿下！
穆小姐淤血。抢回来！你为什么不死？你死了，一切都是我的。穆昭昭，所求之物当凭本心努力，妄图巧取豪夺，只会一无所有。宋明泽，将士们，随我一起讨伐逆贼！沈昭怀，我没事，你先带着东西离开。宋明远，还不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！不，顾氏太子。世子，您撑住。你想去哪儿？你也会有慌神着急的时候，高高在上的嫡女也会为旁人失态。放手，穆颜月，安分一点，别逼我在这大殿之上收拾你。凭什么？你生来就占着镇国姑府的荣光，占着太子的婚约。穆颜月，你是不是嫌弃自己死得太慢了？皇兄，你竟连内宫守卫换防图都提前拿到了。宋明泽，你闭嘴！父皇请看。宋明远，看来你是早有谋逆的打算呐！朕这些年到底养了个什么东西？蠢货！太子哥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每次都不是故意，可每次坏事的都是你。沈昭怀，你别睡。没睡，又是你们。宋明远，你已经输了。穆昭昭，太子哥哥，干掉他就好了。穆昭昭，既然我活不了，那就让你们给我陪葬。沈昭怀，你竟然还能动！太子殿下，到此为止。放开姑！姑是太子，姑是嫡子。皇兄，你的太子之位到头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姑？沈昭怀，你别吓我。穆昭昭，我怀疑你在公报私仇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主子，太医呢？太医死哪儿去了？宋明远，你想干什么？打你！你敢打姑？你已经不是太子了。好了，太子殿下，废太子宋明远谋逆逼宫，罪证确凿，押入宗人府三司会诊。不，父皇，儿臣是太子，儿臣是您的嫡子啊！朕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你还想跑？不是我，是太子逼我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穆颜月，你不是最想站到高处吗？你想做什么？杀你太便宜了。你不是太子侧妃吗？那你就随太子一起去吧。将穆颜月押入冷狱，待太子案结后一阴发落。昭昭，外祖父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娘都担心死了。沈昭怀，穆小姐，主子会撑住的。我相信他一定可以。太子逼宫失败，主线任务完成度98%。沈昭怀，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把你国师府拆了。废太子宋明远谋逆逼宫，押入宗人府。父皇，儿臣是太子，是嫡子，储位本该是儿臣的。哼，朕给过你储位，是你接不住。皇兄，事到如今，你就乖乖认罪吧。你不过是捡了姑不要的东西。来人，押下去。父皇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父皇，泽儿，你暂领东宫诸务，协助三司清查宫变余党。儿臣遵旨。朕乏了，
都下去吧。父皇保重龙体。穆昭昭，都是你，你为什么不死？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挡了你的路？就是你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。穆言月，你从来没有拥有过那些东西。我不信。你以为太子爱你，其实他只在乎你有没有用。你以为穆成渊疼你，其实他能卖林姨娘也能卖你。闭嘴！你以为嫡女的位置是荣华，可原来的穆昭昭死在你手里时，也没人替他说一句话。那你就陪我一起死！同一招，你还想用第二次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净说些没用的东西。彻底击溃穆言月，打脸值加2%，当前打脸值100%，回归通道即将开启。昭昭，娘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吓死娘了！娘听说国师大人受伤了，猜你应该在国师这儿，我不放心你，就来了。娘，你吓死娘了！小姐，奴婢也担心你。回归通道已开启，请宿主尽快确认。能不能晚点？打脸值已满，回归倒计时开启，宿主将有7日停留时间。7日？我还有7日。沈昭怀，张翠花，娘，你和春影先下去休息一下吧，这儿我来照顾就好。好，那你也不要太辛苦了。柳夫人，这边请。醒了，挺能睡。你守了多久？谁守你？我就是怕你死了，国师府赖我。哦，这样吗？那我自己来。哎，别动！太医说你再崩开伤口，我就可以直接给你挑棺材板颜色了。张翠花，你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宫变那夜，你命线亮了一瞬，我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里有人这样叫你。对，我叫张翠花。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真正的穆昭昭落水那天就死了，我醒来的时候就在他身体里。你怎么都不惊讶啊？你不会认为我是怪物吗？存在即合理，况且我早就猜到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能回家，可是走到现在，我好像没办法只把这里当成任务了。那你是要走了吗？你连这个也猜到了？你看我的眼神像在告别。回归通道已开启，7日后未回归将永久留在本世界，现代奖励作废，请宿主慎重考虑。你这药好苦，不喜欢。疼就说。穆昭昭，我喜欢的不是原来的穆小姐，是会骂人、会护短、会怕疼又不肯认的张翠花。沈昭怀，你眼光挺怪。我一向如此。这就是废太子。对啊，听说他不仅逼宫，还想杀皇上，军饷案也牵扯他呢。姑是太子，你们这些刁民，谁敢辱姑？这不是穆家那个太子侧妃吗？害嫡姐那个？什么侧妃？他还算个屁的侧妃呀！就是。闭嘴！都闭嘴！穆昭昭，你满意了？你帮我害成你满意了？穆言月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是你把自己害成这样的。若你没活过来，一切都不会这样。退回去！可我就是活过来，所以你欠原主的命，欠我娘的毒，欠所有人的账都得还。小姐，她一点都没悔，她悔不悔不重要，那什么重要？重要的是，她再也害不了人。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明泽护驾查案有功，着暂管东宫诸事，则良辰吉日行册封大典，正式立为当朝新太子。钦此。儿臣接旨，定不负皇，不负天下百姓。吾皇万岁万岁千岁千岁！小姐，太子求见。让他过来吧。多谢穆小姐出手相助，此番事了，多亏有你。殿下别客气，我们不过各取所需。况且你确实比宋明远那个蠢货更适合当太子。你要出远门吗？你们这些聪明人，能不能偶尔装傻？若你有想做而来不及做的事，可以告诉我。那就请殿下以后做个好太子。我一定会的。绣坊章程已经定好，铺面也选下了。小姐，
这几间铺子的分红，您真要写奴婢名字？是，奴婢不敢要。以后你跟着我娘做事，手里得有钱，没钱的人说话都不硬气。小姐，您是不是又要说那种像交代后事的话？什么后事？我这是投资。投资是什么？就是我看好你，剩余时间。你确定自己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没事。你师尊要是知道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一定会骂你。他老人家老爱外出游玩，今日前来也是碰碰运气。那就是托梦骂你。也许吧。师尊，弟子找到了那段尘缘。沈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小师弟，你还没下山去啊？对了，师尊呢？师兄莫要打趣我，师尊外出游玩去了。不过他让我给你带几句话。沈兆怀，找到了，便该明白，缘不由人强求。师尊，他不是此界之人，7日一到，必归原处。沈兆怀，你带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？你若执意逆界寻他，命数难保。那也要试。你疯了！你来时孤身一人，回去时我不想你仍是一个人。我有钱，我回去过得好得很。邹师尊，成全。若真要去，须以同心物为也。他归去后，你只能寻一次，成则达，败则魂散。我说不行。多谢师尊。说完了吗？既然话带到了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若你不愿，我便不去。我也喜欢你，昭昭。沈兆怀，我喜欢你。张翠花也喜欢你。我记住了。剩余时间1日。小姐，喝点汤。娘，我想跟您说实话，我就要走了。什么？我不是穆昭昭，真正的穆昭昭，在落水那日就死了。我从另一个世界来，醒在他身体里。我一开始是为了回家才留下来的，我不是有意隐瞒您的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娘知道。娘，从前不该这样想，也不该这样骂人。你醒来之后，娘就知道你不一样。可你替我的昭昭疼过，替他扩了仇，也替他护住了我。你不是抢走他的人，你是他求来的那口气。小姐，不管小姐是谁，都是奴婢的小姐。你这丫头怎么这么能哭？奴婢舍不得。这些留给你，以后跟着我娘好好学账。我会的。绣房里那些姑娘，你也帮着看顾些。到了那边，好好吃饭。娘知道自己不能以爱相携，所以昭昭不要愧疚自己做的任何决定。回归倒计时10、9、8。我叫张翠花。7，不会找错。6，小姐，4、3，等我。2、1。醒了，他醒了！快检查生命体征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5000万。我回来了，个10、100、1000、万，发了！没事了，你活过来了。是啊。什么？我活过来了。张翠花，人到底去哪儿了？别装死偷懒，方案明早天亮之前必须交上来，耽误工作你承担不起。方案不改了，我也不干了。主子，您不能再强行催动术法了，您的伤势根本扛不住，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不行，我答应过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师祖早已叮嘱过您，跨界逆天而行，一旦失败，您会魂飞魄散，万劫不复。主子，值得吗？张翠花，等我。跨过此界虚空，你便不再是此方天地的国师，
褪去命格，斩断道途。我知道，命数尽断，前路无归，再无轮回归路，你仍要执意前往。要。张翠花，穆昭昭，沈昭华，昭昭，我来找你了。